人民币持续升值会有哪些后果？受美债收益率下行、美债上限逼近的影响，全球大约30%的央行计划在未来的12到24个月内增持人民币作为储备资产，而去年这一比例仅为10%，大约1/5的央行打算减持美元。这一方面意味着人民币正在成为重要的国际偿付和投资手段，另一方面也意味着人民币将无法避免的升值。那这期视频我们就来聊一聊：第一，人民币持续升值会带来哪些问题？我们应该怎么办呢？第二，我们以 TikTok 和支付宝为例，聊一聊有什么手段可以加速人民币国际化进程呢？第三，哪种货币更适合充当国际货币？本期视频硬核高能，建议收藏备查。人民币持续升值会带来哪些后果？从2020年下半年以来，人民币对美元汇率就以较快的速度升值，幅度也比较显著。那这个汇率背后是个什么逻辑呢？有个词儿叫做麦当劳汉堡指数，麦当劳巨无霸汉堡在世界各地的价格，作为各国币值是否被低估或高估的指南。我们假设相似的食品无论在哪里销售，它的价格都应该是相同的。价格有差别意味着币值出现异常情况。例如，一个巨无霸汉堡在华盛顿的价格为1美元，而在卢利塔尼亚为20比索，那么美元对比索就应该是1美元等于20比索。如果有一天在卢利塔尼亚需要30比索了，说明比索的价值偏低了；如果只需要10比索，就说明币值是偏高的。比索升值了，它的购买力在增强，而且受到美国债务危机的影响，人民币的国际购买力可能会持续提升。那除了购买力提升以外，当然也会导致一些问题，出口贸易会受到影响。如果升值无法避免，那有没有什么应对之法呢？我们不妨回顾和对比一下日元和德国马克的升值过程。1985年广场协定后，日本开始了漫长的升值过程，最终升值了差不多4倍。1987年卢浮宫协议后，德国马克也开始相对美元持续升值，直到欧元诞生前，马克也升值了差不多4倍。同样汇率升值4倍，但结果截然不同。日元升值4倍，结果是日本产业竞争力的持续衰退和转移，出现了我们所看到的日本失去的10年、失去的20年的场景。但德国的情形就不太一样了。马克虽然也升值了4倍，但德国还是欧洲以及国际制造业的中心，处在全球价值链供应链的高端。德国国际收支盈余仍然占到 GDP 的10%以上，同样都是升值，幅度也大致相同。为什么会出现截然不同的结果呢？这个取决于汇率升值的成本分担机制。总体而言，日元升值成本主要由日本自己承担，而马克升值的成本则由德国带着他的兄弟们欧共体产业链上的所有国家一起来承担。回顾历史，当时欧共体各国货币汇率并未锚定美元，而是锚定德国马克。因此，当马克相对美元持续大幅升值时，所有欧共体国家的货币都跟着德国马克相对美元升值，和德国一道消化汇率上升产生的压力和成本，从而保持了供应链、产业链分工的相对稳定。反观日本，虽然在1985年以后，日本大力推进全球布局，在东亚形成了所谓的雁行分工产业格局。啥意思呢？就是在西太平洋地区，各国的经济发展像雁阵一样有序的排列，美日作为领头雁，亚洲4小龙作为第2梯队，泰国、菲律宾、马来西亚、印度尼西亚等国家为第3梯队。这样一来，日本国民经济对外依存度大幅提高。但是这个雁行分工模式中，几乎没有哪个国家的货币是盯着日元的，所以日元相对于美元的长期持续大幅升值，从来都是日元自己的事情，终究还是一个人默默地扛下了所有。而日本产业对外转移，恰恰是日元升值、日本竞争力下降的结果。从日元和马克升值的历史经验来看，虽然本币汇率上升通常会导致本国产业竞争力的缺失，但是它的最终结果还是要看供应链、产业链上的其他国家是不是跟你一起来分担。如果其他经济体跟着主要锚货币国家一起来承担汇率上升的成本和损失，以锚货币国家为中心的供应链、产业链整体格局就不会发生根本性的变化，产业链分工可以保持相对稳定。这样来看，应对人民币升值最好的方法就是让人民币国际化，让人民币成为供应链、产业链上其他国家的锚定货币。所以我们的第2个问题就是以 TikTok 为例，聊一聊有什么手段可以加速人民币国际化进程呢？我们先来思考一个问题：中美战略博弈夹缝中的 TikTok 事件，它的背后是什么逻辑呢？这背后是美国对数字人民币挑战美元霸权的担忧。字节跳动目前已经成为全球最大的科技独角兽，估值达1400亿美元，是全球估值
值最高的初创企业，也是除苹果公司外唯一一家在中国和欧美用户都超过1亿的科技公司。尽管 Facebook 依旧占据在线社交行业全球核心位置，但根据 CB Insights 数据显示，字节跳动2019年收入已达1040亿美元，超过优步、Snapchat 以及推特的总和。因此，美国政府封锁 TikTok 等科技公司海外市场的拓展，实际上是为了阻断数字人民币的输出路径，禁止这类企业的关联机构进入 SWIFT 或 CHIPS 系统，切断这类企业跨境支付的可能性，来巩固美元在数字时代的垄断地位。类似的还有支付宝，支付宝属于跨境支付的一种支付系统，它对于我们来讲应该是再熟悉不过了。两个国家之间如果需要实现资金的转移，需要依赖一定的结算工具或者支付系统进行债权债务的清算结算。由于不同国家之间可能需要使用不同的币种，所以在消费的时候就需要先完成货币转换后再完成交易。支付宝是最早参与跨境支付业务的第三方支付机构，与银行机构相比，它的收费比较低，资金划转快速便捷，安全性高，特别适合消费者的小额跨境支付场景。随着支付宝在国内移动支付市场地位的提升，积累了大量创新性技术成果，运营能力和业务经验都取得了国际范围内的优势，并且近些年来不断向国外拓展市场，扩大业务范围。目前支付宝以及蚂蚁金服已经服务于全球27个国家和地区，超过12万家全球贸易商使用了支付宝。你就比如说，中国游客在日本使用支付宝进行支付时，如果该消费者开通了蚂蚁花呗服务，支付宝可以优先从花呗进行扣款，并且在结算过程中直接进行汇率兑换，再统一与合作日期进行结算。支付宝在跨境支付业务与当地销售端的深度融合，以及支付业务全球合作范围的扩大，使得支付宝具备超主权货币的部分特性，能够在一定的场景下实现全球支付。见此状，美国当然不会善罢甘休。那美国是如何部署数字时代美元霸权的新布局呢？2020年4月6日 ，Facebook 发布 LIBOR 白皮书 2.0 版，这个版本应该说是为数字美元做准备的。Facebook 作为占据全球最大市场的社交软件，拥有全球近1/3人口数量的活跃用户。Facebook 发行数字货币 LIBOR 的流量入口，正是基于其世界范围内庞大用户群体的优势，在构建全球移动支付工具的同时，也开辟了一个稳定且无比巨大的移动流量入口。根据 LIBOR 白皮书显示， Facebook 发行数字货币 LIBOR 的目标正是致力于构建一套无国界的全球货币，并建设为数十亿人服务的金融基础设施，让它作为公共产品以便于设计和管理。如果这个目标能够实现，国际金融系统将会迎来支付层面的重构。一旦数字货币 LIBOR 在美国政界的要求下与美元实现绑定，不仅数字货币 LIBOR 在一定程度上获得国际储备货币的地位，还会作用于美元数字时代霸权地位的布局，形成广泛而牢固的美元 LIBOR 全球货币金融体系。这就是一个国家货币快速国际化的要点。科技企业出海发行私有数字货币，再跟法定数字货币进行绑定。所以说，数字人民币在促进人民币国际化和增强中国在全球货币与金融体系话语权的同时，也必然会迎来针对人民币和中国全方位参与国际货币和金融体系的激烈竞争。实际上，在美元主导的国际货币与金融体系中，人民币的国际地位并没有随着中国经济实力的上升而增强，甚至一度处于边缘化。中国在很长一段时间内都是规模最大的美元储备国和美债债权人，但中美之间既没有常设的货币互换协议，也没有临时性的货币互换安排。什么意思呢？这个货币互换就是两个国家约定好，双方交换等值的货币，到日子后双方再拿回各自的本金，互相支付利息。这么做主要是为了保持双方贸易正常发展，避免周边金融不稳定带来的不利影响。所以应该说，美国压根就没想跟你一起好好的发展贸易。2013年，美联储和英国、加拿大、瑞士、日本和欧洲央行之间设置长期且无额度限制的 C6 货币互换协议，并基于此设计了清迈协议、欧洲货币联盟和 IMF 信贷额度，以及其他诸多双边和区域性的货币互换安排。2020年3月，为应对新冠肺炎疫情可能导致的全球经济衰退，美联储进一步将总额4500亿美元的临时货币互换额度拓展为包括巴西、韩国、墨西哥、新加坡等新兴经济体在内的央行。中美作为全球经济规模最大的两大经济体，相互之间没有任何形式的货币互换安排，在很大程度上说明人民币和美元在当前的国际货币体系中竞争大于合作。当前以美元为主导的国际货币与金融体系的弊端日渐凸显，显示了其不可持续性。人民币最有可能成为新的全球主导货币。然而，历史表明，全球主导货币替代的过程一般都充满了战争和灾难，所以更理想的替代方案是由多个国家央行数字货币组成合成霸权货币。日前，美联储表示，
仍将维持宽松的货币政策，将利率维持在接近0的范围内，一直到美国的就业和通货膨胀有所好转。所以人民币大概率还要继续升值，而美元的信用持续的降低，使得全世界范围内掀起了去美元化的浪潮，包括中国、英国、加拿大、新加坡、欧洲央行在内的政府和中央银行正在为各自的央行数字货币项目积极筹划、实验和评估。英格兰银行已经设计并完成了中央数字货币 RS-Coin 原型系统的构建。加拿大监管当局启动 Jasper 项目，探索实验和测试分布式账本技术对金融系统的影响，同时积极研究央行数字货币发行机制以及可能的后果。新加坡金融管理局展开数字货币 UBIN 项目，从业务分析和技术实践2方面为央行数字货币的发行做准备。欧洲中央银行和日本中央银行积极合作，鼓足干劲儿推进央行数字货币研发。泰国政府通过发行央行数字货币提高金融市场的基础设施，为未来金融发展奠定基础。加拿大政府希望提高铸币税收入，新加坡政府希望提高银行间的结算效率，降低跨境结算的风险。瑞典政府和乌拉圭政府因为国内现金使用率大幅下降，希望发行央行数字货币作为现金的一种替代。英国政府关注是否会诱发金融系统危机，造成经济动荡。俄罗斯政府关注这玩意儿是否真的具有匿名性和安全支付性。所以说，各国央行数字货币的引入不可避免的加剧本就已经不能行稳致远的全球货币金融体系的碎片化，包括 IMF 国际货币基金组织、FSB 金融稳定委员会在内的全球金融稳定和监管组织机构，期待各国政府和中央银行在开发各自数字货币的过程中，能够在技术标准和架构上保持一致，以避免全球货币金融体系进一步碎片化。而我国数字人民币在实践上处于国际领先水平，所以我们在将人民币国际化的同时，将与更广泛的伙伴们在一起，共同推进国际货币金融体系的重构和完善。